这打案子不光要打证据，还得打人心，打人心也很重要。这方面呢，你做的比我强。什么？你做的比我强？舒服舒服舒服。这行啊，啊，楠楠都承认我的优秀了。哎，我明白，你那意思呢，想照猫画虎啊，就是我当时怎么磨张如梅，你现在就想怎么磨左娜他妈。我这叫跟你取经啊！好好好，这经啊，还真不一定能取得来。这俩事儿吧，它情况它不太一样。张如梅跟孙建业呀，他们没那么复杂。你这个左娜他们家这根本就没法说，很难谅解。再加上呢，你说我去磨张如梅，我没事儿，我跟张如梅又不熟，我就天天的不要脸，我就堵着就得了。咱跟左娜这关系，你怎么上人家天天堵着去？啊，等左娜开车上班去了，你就跟那儿等着阿姨出来，你磨她，这不现实啊！你说我怎么办呀？这事儿你就别那个，来人了。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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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主任在吗？哦，找主任是吧？我们主任那个布总来律所，您是跟他提前约了吗？没有，我想问一下，谁负责祝欣欣的案子？我想跟负责这个案子的律师聊聊。那确实真不行。我们所里有规定，这个和本案无关的人员，我们律师也没有权利和人家聊委托的案件。抱歉啊。我是贝文乐的母亲，就麻烦你了，帮我找一下这个律师行吗？您要是这个身份，我们就更不好说了啊。我们得征求当事人的同意，也就是祝欣欣。我希望能求得欣欣的谅解，我们愿意赔偿欣欣的，真的。啊，好，我替您转达，好吧？怎么称呼你啊？我姓潘，潘岩。啊，加个微信，以后方便联系。哎呦，别，阿姨您别让我难做，我们真有这个规定，不能和您留微信。这样吧，那个您在这个登记表上，您把自己的那个电话号码留一下，我们先去征得欣欣的同意，欣欣要同意了，我们再通过这个电话联系您，行吧？谢谢啊。楠楠，那个阿姨是谁呀？我不知道啊。估计啊，挺有钱的。你怎么看出来的？你看她背那包，你还懂包？必须的嘛。一律我听明白了，我就一个问题，问，是不是我要离开融科了？左大建利用不上我了，所以杜律才让您来找我。是杜律让我来找的你，但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原因。你对杜律有误解，你觉得他就是那种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人。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律师也要吃饭，我都能理解。左娜，我最不喜欢别人说咱们这个职业就是谁给钱咱们就替谁说话，好像我们完全没有立场，完全不在乎公平正义一样。那融科接了左大建的委托，我妈又是受害者，您所谓的公平正义在哪儿呢？律师只能忠诚于委托人的利益，也就是左大建的利益。律师确实要为委托人的利益着想，尽到忠实勤勉的义务，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律师的利益和委托人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什么意思？委托人的利益永远是委托人的利益，他只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他不会考虑到公平。但是律师，我认为的好律师，有职业荣誉感的律师，一定是要把追求公平正义放在首位的。我从来不会把我自己的身份和当事人的身份混同，我会认真的听他们说什么，但是不会丧失自己的思考判断，也不会丧失公平。我记得我刚来融科的时候，有一次跟实习律师开会，潘岩说一句话，他说他想看到这个世界的公平和正义。我当时觉得有点幼稚，可是后来一想，我自己当初学法律，想要做律师这一行，不就是这个初衷吗？
如果我们律师这个职业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谁给钱替谁说话，谁还会尊重我们？我们行业的荣誉感在哪儿？那给我妈妈的公平在哪儿呢？我们会站在公平的立场上，跟委托人说实话，让他认识到你妈妈遭受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尽量尽力帮助双方修复弥补，尽量不要两败俱伤，尽量不要零和游戏。我倒希望这事儿能拿钱解决，但你不了解我妈妈。我妈觉得，她如果再向左大健要钱，那就是让左大健再侮辱她一次。钱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她会觉得，为什么左大健可以跟那个女的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为什么他就要孤独终老？她真的会抑郁的。这个我能理解。那你妈妈到底想要什么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左大健跟蔡小磊必须受到惩罚，这就是我妈要的公平。老师，贝勒他妈来了，说想跟您约个时间见一面聊聊。贝勒他妈啊，他想聊什么事儿？就是说问咱能不能跟欣欣商量商量，让他出具谅解书。那这样，你让他把联系方式留下来，然后跟他说我们可以转告欣欣，但是欣欣怎么决定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这种刑事案件我们必须得绷紧了职业敏感度，我们跟自己客户聊的时候都要特别的谨慎，更何况是跟对方。律师出事，大部分都是出在这几个环节。我明白，谢谢老师啊。哎，等会儿，问你点事儿，你跟左娜关系怎么样？挺好的。那你去劝劝他。其实也一般。行，好，我努力，刘峰老师。我都是按照左大健交代我的我去做的呀。那劳春雪，我也去谈了，人家不同意，让我怎么办？没错，左大健就是这种人，只要他感到不满意，你再听话啊，再跪舔人家，人家该翻脸就是翻脸，他就是这样。这个问题的关键啊，在于蔡小磊。蔡小磊啊，一直想让左大健用他推荐的律师。那咱们是左大健的代理律师啊，站在他这个角度想的话，那不是被蔡小磊就捏在手掌心里了吗？我也有这种感觉。不是，他真的要换律所吗？还让退律师费呢？那凭什么呀？我是靠本事我赚的这个钱，那他要是反悔的话，让他去告我，看法院怎么判。兄弟，来，我告诉你啊，咱让人家找到茬了呀，人家让你保密，先别告诉左娜，你接了他的委托，怎么了你说了？我就说接了个委托，其他的什么都没说。你就应该守口如瓶。反正我跟他打了一个马虎眼，就说我再找你了解了解情况，不能过去了。要不，咱们再像以前一样打个配合，你去找左大健道个歉，毕竟咱们也没什么损失，互相给个台阶嘛。这个左大健肯定是被那个女人凶了几句，男人嘛，面子上挂不住，自己女人又舍不得骂，就把气儿撒咱们头上。我说你呀，就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他肯定心烦嘛。老婆要告他，小三跟他闹，自己亲生女儿理都不理他。咱不是常说嘛，客户给的律师费，就包括了挨骂和受委屈的钱。道歉是没关系，即便是咱们没做错什么，违心的去道个歉，我也不会觉得委屈。但是，对于蔡小磊这种人，没用。要不我让廖松亭做蔡小磊工作，
大可不必。蔡小磊呢，他是让我呀，劳春雪那边证据确凿，他让我们跟他一起不承认，还让我找什么公众号给劳春雪泼脏水。这种事儿我真的干不了。如果我这么做了，我真的是找不到任何理由，我怎么去面对唢呐？主任，您也别为难了，您就给他们换个主办律师。哎，你别冲动，我真不是冲动，谁不让客户满意，就把谁换掉，这条铁律是我定的。如今呢，轮到我了，一视同仁吧。对，这件事情特殊，蔡小磊和左大健这2个人是互相离不开对方，又互相防着，你就是个替罪羊，所以我说你就等左大健气消了，去说个软话嘛。昨天您给我发信息呢，我这一宿就几乎就没睡着。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除了工作就没别的。每次跟父母通电话，就那么2、3分钟，就赶紧给挂了。但是跟客户不一样，跟客户打电话，我们每次都是40分钟起啊。说这些个委屈，还是说抱怨，我觉得都是咱们工作的一部分啊。所以我说呢，您就千万别为难，就把我换了吧。正好趁这段时间啊，我也放松一下，沉淀沉淀。哎，咱们这个行业最委屈的就是我们为客户全力以赴，两肋插刀，他们还不信我们是为他好，是吧？串串，我跟左大姐说2句话。食欲挺好啊，姐。跟你说个事儿。我老师让我游说你。你等会儿，我没说完呢。他是这么说的，但你说，咱这关系是吧？在车里我都说了，我说姐，无论你怎么选择，怎么决定，我永远站你。我要这会儿过来游说你，我不又当又是哈，对吧？我肯定不能那么做。但是呢，我老师给我这作业吧，我还不能不完成，所以我这么想，安南，跟你胡说2句，你甭管爱听不爱听，到最后你来一个不考虑，我在那边好交差，还行吗？谢谢。你给我作证啊！一律要问你，你就好好说。我作证啊。你看啊，我想一招。咱肯定是不能原谅你爸，对吧？毕竟他那个过错方嘛，他做了那么多事儿，原谅的我们也不能替你原谅。但是呢，不原谅不代表就不接触、不见面，咱们可以见，见面不代表我原谅你，而是要跟你谈条件，对吧？那条件那就得听咱的了。像你们这种情况呢，上法庭，法院判大概也就判个4、6，就算他是过错方，你们拿6，你爸拿4，那我觉得这不够。你不想跟我见面吗？见面可以谈，咱就多谈谈。19分，对吧？你想啊，蔡小磊跟你爸为了什么？你爸是对钱没什么感觉，可蔡小磊看重的是钱呀，要不然你爸那么大岁数，他为啥看着他？图他岁数大，图他不洗澡？是这19，他没有法律依据。你要啥法律依据啊？对，所以嘛，你看那个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法院不给判，所以就只能私了，只能咱们谈判，
这多好。你考虑过对方律师会不会同意吗？考虑对方律师干什么？他是对方律师，难办了，难办了，是不是？那易律不也是参与进来了吗？不是，我只是提出了一个方向，一个可行性，对吧？具体咱们可以再谈嘛。哎呀，你是真在这胡说八道呢？那可不就胡说八道我们慢慢吃啊。啊？行，那你就回去琢磨琢磨就完啊，无所谓去啊。来了。行，完活。你是认真想让他们谈判吗？他谈不谈判跟我有啥关系？我老师又没给我这作业，我老师给我的作业就是问问他，劝劝他。我问完了，我也劝完了。那你交作业就交个5分的。那我也不能太向着你们这边吧，我得一碗水端平啊。我不是说，哎呀，跟你解释不清楚。你不吃啊？我吃不下去。我不吃你也别夹我的，你给我夹。谢谢你啊，医生。没事啊，不要紧张，爸爸在这等你啊。不要去。哎呀，哟，哎，潘来了，你坐下。好，得了，谢谢。欣欣怎么样了？在里边吧。那个易律师让我过来跟您聊聊，他跟您说了吧？简单说嘛，姐姐，其实他们以前已经找过我几次了，让我出谅解书，让我开价去，没搭理他。就那这事儿，您跟欣欣提过吗？没跟欣欣能说吗？最好还是跟他提一嘴。怎么跟他说呀？因为他是当事人嘛，也是受害者，一切呢都得取决于他。如果是欣欣说，就得通过这个法院判决来实现自己的正义，那咱就不谅解。你知道欣欣这人，医生说他是那种叫做讨好型人格。是，就他宁愿难为自己，也不会对人家说看得出来不字。你知道他，好说话。所以我要一跟他说，人家一说好话，他不就答应吗？反正回头你就跟欣欣再商量商量啊。如果说咱最后确定了就是不谅解，我就跟贝勒丹那边就回了，我跟他们说就甭见了，咱就法院上见得了。那你跟我分析分析这个，如果出了谅解书，这好处在哪儿啊？好处就是您看现在这个案子吧，还在这个公安侦查阶段，然后呢，等移交这个检察院，然后咱们再判，估计怎么着也得一阵儿的。但是出具谅解书呢，肯定马上就能拿着钱，而且呢，得比法院判的多。可是从量刑上呢，就得酌定从轻了。你说这欣欣天天这么心理医生治疗什么的，都得需要钱。我天天这么陪着他，不能上班，1分钱收入都没有。家里还个弟弟，他爸现在知道这事也气病。你说这人我真的没办法去谅解他呀，我怎么去谅解他？完事儿了。怎么样，恢复的？好啊，谢谢，谢谢，哎，求求你了！不，阿姨，原谅了吧，签了谅解书好不好？别拍了，我就这一个儿子。哎呀，您起来，您这不刺激欣欣的。别走啊！阿姨，起来，快，您坐，您平复。哎，老总，你好。你好，商言，哎，尚律师你好，您坐。你请。哎呀，杜律师呢？之前一直是他跟我联系。对，现在由我来负责您这边。明白。得罪蔡小磊了吗？哎，蔡小磊啊，特别阴险，一直让公司清我股份。我跟你说啊，大建装饰一开始就是一个小破装修公司，没我就没有他左大建今天。我们一开始的股权分配呢，是他跟我姐各占25%，我一个人占50%。我姐这人恋爱脑，再加上刚生了娜呢，一孕傻3年，让左大建一忽悠，就把他那25%
全都给左大健了。这样一来，我跟左大健就都成了50%了。我为什么恨这个蔡小磊？就是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2家私募公司，各投了1个多亿，人家呢每家占3%的股权，我跟左大健就都成了47%了。这就意味着我们2个人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了，得兄弟同心。这也是一开始我们这么设计股权的原因，大家有商有量嘛，对吧？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新股东这个事儿，需要召开股东会，而且需要修改公司章程。您是公司股东，占50%呢，那这个事儿，他们得经过你同意才行啊。一开始我是同意了呀，这个蔡小磊太能忽悠人了。你别说左大健了，我一开始都让他忽悠得一愣一愣的。这2家股东进来之前，给我把这个饼画的那叫一个大呀。说是我跟左大健轮流坐庄，3年一轮换，可真等人家投资方一进来之后，股东会、董事会一开会，人投资方全都无条件的支持左大健，我成了贤妻良子了。哎呦，左大健就一直坐庄，一开始还有什么事跟我商量商量，到后来连招呼都不给我打，你说我气不气？哎呦，这太气人了。后来我跟我姐说，我说这蔡小磊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我姐还不信，老觉得我在里头挑事儿。哎，老先生，你叫春雷就行。你姐跟左大健的官司，您知道不知道？我知道，早就该告，往后还要起诉离婚呢。我跟你说，我姐未来3、5年主要任务就是打官司了。那您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官司真打了这么久，对大健装饰会不会有伤害？私募投大健可是为了上市，可创始人离婚，我跟你说对公司上市影响非常大。这我还真没想到。我说是左大健最近不提离婚这茬了呢，那我也不能不让我姐离婚啊。也是，能不能这样？这事儿不要走诉讼。我跟你说有很多事情通过谈判解决，效果更好，效率也更高。你比如说，可以把返还财产、离婚财产分割以及您在公司的股份地位，可以一起谈，一起解决掉。行啊，我没问题，我同意啊。那您就得劝劝你姐了。你姐现在是坚持要诉讼。那你太不了解我姐了。那一开始我姐喜欢左大健的时候，谁跟她说左大健不好，她都不信，生生死死要跟人在一块儿。现在左大健把她给伤透了呀，她也彻底失望了。你现在让她放过左大健，我可说不了。我那会儿让她别把股份给左大健，她都不听我的。那你觉得我现在跟她说，她能有用啊？哎，你姐有没有律师？我们跟她律师谈谈。光我跟老许就给她找了好几个了，跟人见面一接触没下文了呀。我跟你说，她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就听左娜的。哎，娜娜不是在你们那儿？明白了，你们这是搞不定左娜。我这外甥闺女啊，就那样。你想啊，蔡小磊跟你爸为的什么？你爸是对钱没什么感觉，可蔡小磊看重的是钱。你不想跟我见面吗？见面可以谈，咱就多谈谈，19分。姐，你想想，他左大健真要是身败名裂了，对娜娜肯定是有影响的呀。姑，您就想，万一您把左大健给打垮了，蔡小磊也不要他了，您是出气了，那左大健老了病了残了，还不得左娜管啊？您别忘了，孩子是有赡养义务的。就是。左大健现在也很痛心，也特别内疚。
据我的经验，现在是一个最好的谈判时机。19，以后每年收入的20%，同意再谈，不同意拉倒。还有我那股份，咱们的股份。19开，这还要什么是纯收入20%？劳春雷还得回到公司决策权，劳旋还要当公司监事，你这什么这是？你们怎么做的工作啊？老女士开价了，说明她愿意谈了。对，这总比只要上庭不能谈要好，至少是个可以谈判的好信号。我没有漫天要价，至于这么坐地换钱吗？您当时是不是跟他说过，你们的夫妻财产所有都给他？是啊，我说这别墅还有我们俩存款，都他的，是吧？可他现在要我每年个人纯收入的20%，他19开就意味着我的股票、投资、保险，这不是扯啊扯嘛？干什么就普通离婚，啊，那不是赶尽杀绝啊，是吧？就算法院判我真的出轨了，那也不至于这样吧？我能给的已经都给了，他还不满足吗？那我以后还活不活？那您的想法是，给他多少？我还是我能给他，我房子、钱都给他，都是他的。左总，这边呢是我整理出来的一些离婚案例，您可以看看作为参考。易律师啊，之前在英瑞所代理过一些比较著名的企业家的离婚稀产案件。这一场离婚，毁掉的不只是一个家庭，还有一家企业。走啊！不，我不看，你就说吧。这些呢都是公开可以查询到的资料。之前这个霸道集团您知道吧？他们本来集团的市值是900多个亿，最后因为离婚案达到4个多亿，还有不是900个亿，最后剩4个亿。还有黄瓜网的创始人离婚财产保全，错过了上市的最佳时机，直接就损失了20多个亿。这些案件，相信老女士也很熟悉。她的女儿、侄女都是学法律的。你们是对方的律师吧？知己知彼，我们要了解老女士想要什么，才有可能谈成。哇，这还董事长杀妻案啊！那个案子其实不应该发展到这个地步，就是妻子离婚诉讼，财产保全，然后董事长资金链一下断了，一怒之下去找妻子理论，激情杀人。所以嘛，你们就应该好好去做劳春雪的工作啊，就像给我分析案例一样，你好好也给他分析分析，啊，得饶人处且饶人，你退一步海阔天空，你逼我们，你逼最后你搞不好就，哎，我们会去再找老女士好好谈一谈。现在她愿意谈就是进步。是啊。哎，这个决定，左娜不知道吧？这就是左娜提出来的条件。让左娜跟我来聊吧。您确定吗？确定。
他不会让杨娟把咱们给换了吧？杜律师怎么得罪他了？你也知道了？我不知道啊，但是主任跟我说，以后这个案子直接跟他汇报。杜律师要休假，我就在想，这么大的案子，这么大的客户，杜律师怎么可能休假呢？这不是他人设。你觉得唢呐会跟他谈吗？赌一个吧。赌什么呀？赌唢呐会不会跟他谈啊？唢呐。干嘛呢？黑乎乎的，没开灯啊？我刚才睡着了。怎么了？就是想你了。你赶紧过来找我吧，我真想你了。等我忙完吧，我忙完手头那活儿，我就过去。好吧。事实是基础，对错是前提，人性有好歹。律师应该独立于当事人的情绪，站在公正的立场，做正确的事情，才符合法律人的身份。哎，阿姨，您怎么找这儿来了？阿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你帮帮阿姨好不好？不是，这我真没法帮啊！您这个，阿姨就求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告诉我欣欣家住哪儿，或者在哪儿能找到她？阿姨就想当面跟她认个错，向她赔礼道歉。哎，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是你告诉我的。阿姨，真的跟这就没关系。你甭说我不知道欣欣他们家在哪儿，就算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诉您。您看今天您在诊所闹这么一出，您这欣欣又受刺激了。我知道，今天是我的不对，是我太鲁莽了，实在是抱歉。但是阿姨知道你跟欣欣关系好，你就帮忙阿姨说两句好话，让她见我一面。我就想当面跟她认个错，我想替我儿子做个弥补，真的。不是，阿姨，别，您别这样啊！这样，阿姨，我回我问问欣欣，欣欣要是同意跟您见面，我就通知您，好吧？真的啊。哎呀，阿姨，谢谢你了。行，没事。哎，这是阿姨做了一点小点心，不，小心意。别，心意我有，这真不要，这不，你尝尝啊。佩妍，啊，回来了。你干什么呢？出事儿了。这是什么东西啊？贝勒他妈给我送礼来了。送礼？你收了？没收，这追没追着啊？你这样摆是最直观的。它不好看呀，这落下来。你就是摆出花来了有什么用啊？你就是不长记性，你当时就应该拒收。你现在收下了，他就可以诬陷你。就算你把这钱还回去了，他也可以说里边钱少了。
你别老说风凉话了，行不行？那站着说话不腰疼。当时那情况，电光火石，他把这兜子往屋里一扔，扭头就跑，我根本没追上。啊，把这兜拿起来，还破了。你跟一律说了吗？说了。他说什么？他说以后再有陌生人敲门，先别开，把摄像头开开再开门。哎，来喽！谁呀？你好，查燃气的。你们这是在录我呢吗？我们记录生活，拍 vlog 呢。哎，来，进来吧，进来吧。啊，家里来那个查燃气的了。如果你要实在不想见左大健，我跟他们说的。老师，那个贝勒他妈还有律师都到了。啊，那你把他们安排在会议室。安排好了。嗯，那这样，你想好了再跟我们说。行，那我走了。嗯。走。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贝先生的律师，我姓司。司律师你好，我是一帆，请坐。请您以后不要再随便去我实习律师家，更不要硬塞给他这些东西。我就是想表达点心意，对不起啊，我给你添麻烦了吧？啊，没事。我没别的意思。以后您不要这样了。点心掉在地上脏了，钱掉在地上也脏了，你们清点一下。对不起啊，太抱歉了。我真的没别的意思。那个我客户他不知道，他不是咱们行内的人，不了解，你们就别生气了，咱们聊正事儿吧。啊，行，那我就传达一下那个我们当事人这边的意见啊。大夫也说了，说欣欣这个身体还没有恢复到100%，还需要一些个时间来调养。如果说他恢复好了，然后他同意跟您见面，我们会安排时间、安排场地，啊，但是在此之前呢，还是希望您先别打扰他。你是我律师，什么事儿都让我亲力亲为。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退钱走人。能干，您先别生气，我继续去做他们思想工作。停车。那我就先下车了。下班一起吃饭啊？这都没菜啦。老师，司律师说想约我单独见一面，你就跟他说我不让。这边还有吗？就这么多。我估计贝勒他妈又给他压力了。太难了。像咱这行啊，客户让咱约对方约不上，那就是被动。可不是吗？哼。面条您吃吗？行啊，我问问你随便帮我点一碗啊。哎，您好。哎，您好。来一个这个肥肠面。好的。对，真了解我。来俩，因为我也想吃。好的，好的，请稍等。行，没事。
左先生您好。左总，来，您坐这边。去把唢呐叫来。好。坐吧。你们聊吧。我帮您算过账了，这笔钱是您给劳春雪女士的，您和她的婚姻按市场价算就值这个价。你为什么把我微信删了？啊？还有电话，你不想认这个爹了？我帮您算过账了，这笔钱是您给劳春雪女士的，您和她的婚姻按市场价算就值这个价。你为什么把我微信删了？为什么？你不想认我这个爹了？我很难过，真的。咱们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能不能别一见面就算账？如果您不同意、不答应，我们就法庭上见。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那我所有的家业不都是你的啊？对吧？那真是法庭判，那未必能一九开。那就判好了。您的公司估值会大幅缩水，您的商誉也会大打折扣，您失去的一定比现在多得多。你为什么啊？为什么要把你爸爸弄成这样呢？您不同意也没关系，您好好考虑一下吧。如果您执意要上法庭，那我们下一次见面就在法庭上见。回来。你同意了？我怎么觉得你不像我闺女？这是我的遗传基因。就算青出于蓝胜于蓝吧，挺好。你确定要跟我法庭上见？你知道当初为什么让你学法律吗？我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做我的左膀右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回来是来挑我脚筋，断我胳膊。好，我祝你能赢，我希望你如愿。已经立案了啊，咱们现在就等着法院，等他们这边消息就行啊。行，有事您回跟我说吧。嗯。哎，小潘律师啊，哎呦，孙律师，您上这儿忙来？哎，不是，您别叫我律师啊，我现在还是实习律师呢。实习律师他也是律师啊。你去哪儿？我开车顺您。啊，那您甭客气，咱不顺道。我这都没说去哪儿呢，我也没说去哪儿，您就说顺道。我捎带手。行了，司律师，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啊，那个是这样啊，小潘律师，我了解过朱欣欣的家庭，她是受害者。对她来说呢，公正是经过漫长的程序正义，最后所获得的一纸判决，还是说现在即刻得到一大笔赔偿？贝先生家里非常有钱，而欣欣据我了解，她只是一个小的3线城市的普通家庭。确实是，而且还因为这事儿给他爸也气病了。
他妈四处借钱，现在还出去打零工，现在家里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连律师费都交不起，还得申请公益法律服务。所以我真心觉着出具谅解书对双方都比较好。要不你劝劝欣欣，还有欣欣的母亲。司律师啊，咱们都是同行，我也不跟您说难听的话了。对，咱们现在是各为其主。您有功夫劝我呢，不如回去劝贝勒啊，让他悔罪啊、认罪啊。因为我这边我也做不了主，我得等欣欣完全康复以后，得听他自己怎么想的，这才能作数。而且我呀也觉着不应该劝人家大度，这个于我做人来说，我接受不了。不是，那与人方便，于己方便嘛。方便也得看给谁，要是总给坏人方便，那不就给他惯得更坏了？不是，行了，重的话我也不说了，咱们都是同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言尽于此吧。您忙啊，行。别说，嘿，你还真喜庆，你还笑得出来，气死我了！哦，给我着急忙慌的叫回来，就因为这事儿，这是小事儿啊？至于吗？哎呦，我花了999拍了这么一套婚纱，差1000块钱了，差1块钱1000啊！气死你妈了，气糊涂我了！行，您别生气了啊！不行，您把那电子版发我给您精修一下子。不行，那您怎么着啊？我要告他们，我跟他们说了。我儿子是律师，我要告诉你们，往死里告你们！哎，您不能这么说啊！您别老出去瞎给我揽活，您知道吗？不是拍这玩意儿干嘛使啊？复婚？怎么着？拍这玩意儿不复婚就不能拍了是怎么着？能拍！我错了，这给我爸看了吧？没有，他看呢，看什么看呀？把我拍成这样还看？哎呦！您给他看，万一我爸觉得给他拍挺可爱的。我跟你说，最可气的是那些人告诉我啊，说不是他们拍成这样，是我长成这样。你说我长成这样吗？你骂我长成这样吗？行，您别往心，人家小年轻不会说话，大人不计小人过，行吗？什么呀？我更得告他们了。那您告，您告，您有什么诉求啊？想告什么呀？2个啊，一赔礼道歉，当面啊，当面。好。2，给我重拍一套。行，那这样啊，您说这个呢，我也赞同。但是呢，我就不掺和了，好吧？您另请高明，让我爸啊去给您打这官司，行吗？让他跟人说。行了，你也知道你爸那个什么脾气呀，他能弄这个呀，我就不麻烦他了啊。这什么意思呀？啊，怕麻烦他，所以就麻烦我，这什么道理？您真行。什么麻烦你啊，儿子？啊，妈就让你弄一个诉讼状，写几张纸的事儿，你至于吗？哎，您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我说咱家那七大姑八大姨儿有点那芝麻绿豆大点的事儿啊，都找我来了。来，过来，妈，请坐。我跟您好好分析分析这几篇诉讼状怎么不好写。咱先说准备工作啊，首先我们得确定这个案件涉及的基础法律关系、案由，还有诉讼请求的法律基础。然后我们得查询一下客户和被告的基本信息，以确保起诉状上列出的当事人的信息真实、准确、有效。紧接着，我们得根据客户提供的证据和可证明的事实进行分析，选好哪些跟本案有关，递交给法院，并把这些证据制作成证据清单。步骤是挺多的。哎，我没说完呢，早上呢，这才刚写完这起诉状。起诉状写完之后，还得把上面的内容和递交给法院的证据清单进行比对。完了之后，还得跟客户核实您在这起诉状上提到的那些个可证明的事实有没有证据来证明它，这个证据能不能出示，而且这个证据出示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我们还得分析。行了，你就告诉妈需要多少钱吧。它就不是钱的事儿，就是钱没给够的事儿。我怎么跟您说呢？这案子就没法告啊！怎么没法告啊？不是您怎么说人家那个影楼没给您拍成大美妞，然后您就生气了，这不行。这就好比说您买票看电影，看完了出来您骂街，怎么骂都行。您说那个演员不会演，说导演导的不好，这都可以。但您要退票，您找谁退去呀？怎么不能退呀？就我跟你爸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们上台刚演一会儿，有一个男的就在下面，得喽，你爸马上就停了，就问人家，大哥您什么意思？嗨，你这太老套了，我看过。你爸当时就给人退票了，把钱都退给人家了，让人走了。哎，先问清楚是谁再给开，开开不就知道是？现在是特殊情况，
你又欠人钱了？我欠谁钱？我怕有人进来给我钱。给钱还不看？行。谁呀？祝星星，请问攀岩在家吗？我同事自己人。欣欣。哟，哎，这我妈。阿姨好。这是祝欣欣，我同事。哎。啊，您进来吧。那个妈，要不您那个先回去。啊，我们俩有点事儿。好，我走。哎，进来。来，得嘞，来我扶你吧，要不？没事。啊，行。哎，我刚从我儿子这出来啊，我看见一女的，去找她了。咱儿子真行，还挺有女人缘的。阿姨。哎，一楠。啊，你来找攀岩啊？他不在家吗？在。哦，一楠，阿姨有事儿问你。哎，你吃饭了吗？不，你吃饭了吗？我没吃呢。那找地儿，阿姨请你吃饭。不用了，阿姨，咱们回家说吧。不，阿姨请你吃个饭。阿姨没跟你一块儿来？他白天找了份工作。哦，好。咋了？啥事儿？我不想谅解。谅解背了。欣欣，我是小贝妈妈。小贝其实还是非常喜欢你的，他跟我们说过很多次，要给你最好的生活，就是希望你能原谅他。我们知道你和妈妈现在是租房子住，我们给小贝和你准备的婚房送给你了，好不好？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约个时间办理一下过户手续。之前小贝跟我说过要跟你结婚，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彩礼。哎，你给我个账号，不管你们结不结婚，阿姨都把这笔钱打给你。欣欣，这还是我，阿姨求你原谅我儿子，好不好？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尽全力满足你。我妈应该也跟你说了，就我家里这段时间确实是挺困难的。就我爸病了以后，花了挺大一笔钱的，然后现在也没办法工作，就没有收入。家里弟弟本来想出国念书，现在也去不了了。就如果他真的能给我这笔钱，我家应该能好受一点。那你决定好了？阿姨，你也吃啊？来，给你点，来，谢谢阿姨。多吃点啊。辣吧？这锅里是挺辣的。来，喝点这个牛奶解辣啊。行。
阿姨，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问我呀？没有，没什么事儿。来，多吃点，多吃点啊！来，行，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潘岩现在是不是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不知道啊，我没问过他，他也没跟我说过。哦，那你们现在不是住一起的吗？我们非常尊重彼此的私生活。私生活啊？潘岩都有私生活了？阿姨，您别误会。我确实是没看到有女孩来找潘岩，除了之前的交友。那你跟阿姨聊聊，你们律所有一个叫祝欣欣的呗？你认识欣欣？算认识。他的案子涉及到个人隐私，不太方便跟您说。他的案子？他什么案子？阿姨，基于律师的保密义务，确实是不能告诉你。如果我能说的话，我肯定告诉你。哦，保密哈，哎，对，得保密。那阿姨今天跟你吃饭那事儿，咱也保密，好吧？好，我回来了。潘岩，去哪儿了？回来了？你干嘛去了？灯也不关。怎么无精打采的？你鞋都没换。有情况了？萧饶找你了？朱欣欣？真的？你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啊？刚才啊，他刚从咱家走。那怪不得你妈把我拦住，非要找我吃火锅，原来是给你们俩创造时间呢。我踹你啊！想哪儿去了？人家欣欣找我来是为了正事儿。什么事儿啊？他想跟贝勒签谅解书。谅解贝勒？我没听错吧？贝文乐把欣欣害得这么惨，我也这么想的呀，我也希望重判贝勒呀。他妈妈可说了，绝对不原谅，能判多重判多重。可是吧，欣欣刚跟我说了，他们家现在这情况吧，确实不太好。他爸因为这事儿气病了，现在都住院了。那他爸那工作是他们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完了，他弟弟本来还要出国留学的，现在也搁置了。他妈天天的出去打工贴补家用，那欣欣自己还得看心理医生，这不都是钱吗？但你能确定这是欣欣的真实想法吗？哎呀，已经不是是不是真实想法的问题了。你要说原谅，那欣欣压根儿不可能原谅贝勒，那怎么办呀？他家现在就是得需要这笔钱。可这是正义的成本，坏人就应该受到惩罚。谁不乐意看到坏人受惩罚呢？可是这成本，这正义的成本是你掏吗？也不是我掏，是人欣欣自己个儿掏。确实是。不过你说贝勒这小子吧，真够坏的。你说现在就跟欣欣那非打即骂的，如果要是没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让他觉得无所谓，随便犯错，随便犯法，反正他妈那个一掏钱，这事儿就平了，那以后他不得杀人啊？所以我才说这贝文乐必须得受到惩罚。那祝欣欣他们家这情况怎么办？不对，我说坏人必须得受到惩罚的时候，你说好人可怜。我现在觉得好人很可怜了，你又说坏人得受到惩罚，不是左也是你右也是你，你到底怎么想的？我要是想明白，我不就告诉你了吗？行。
妈，哎，哎，唢呐姐，老雪来了啊，坐坐坐。哦，我就不做了，我爸还喊我呢。姑，我回去了啊。哎，走了，你慢慢开啊。唢呐姐再见。我妹最近来的有点勤啊。你又加班呀？哦。跟你爸见面了吗？见了。谈了什么？就说法庭见。老玄来干嘛了？哦，他就是跟我说你跟你爸谈了，没谈成。他怎么知道的？你舅自从跟你爸不对付，老玄就自学法律，还过了法考。他去见左大建了。他跟您有利益冲突啊。您跟舅虽然都跟左大建有纠纷，但是利益不一样。您和左大建这是婚姻纠纷、财产纠纷，他们是股东权力行使、公司决策权问题。您要是把左大建告垮了，那是不符合我舅的利益的。严格来说，我跟你的利益也不完全一致。你爸之所以不同意1.9开，他是考虑到，如果一次性把钱都给我了，然后我转头嫁人啊，再立个遗嘱，全部给配偶，那你不是什么都没有吗？这老轩跟你说吧。既然已经走到法律层面，我委托老轩，那他一定是要把法律关系跟我说清楚的。您什么时候委托他了？我没有正式委托，他万一不打官司呢，我就不用找律师，直接跟你爸聊就行了呀。找律师我还得从头说，累。找老玄，我省事儿。你不用麻烦老玄啊，我就可以，我就直接跟左大建说，他把钱给您，您就算转头嫁人了，我1分钱不要，我也愿意。我知道你就是这么想的，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爸呀？所以你们就谈不成嘛。他跟左大建怎么谈的呀？跟你爸的律师谈的。易律师，什么时候谈的？就是你跟你爸谈崩了，然后易律师就约了老玄。你爸他不是不同意1.9开，他是不同意一次性支付，他是希望按年支付，一直支付到我改嫁。如果我不再婚的话，那他可以一直支付。如果说我死的比他早的话，那么他就把这个钱按年支付给你。这样太吃亏了。一次性付和分20年付能一样吗？通货膨胀算了吗？利息算了吗？他太会算了。您别让老轩谈了，我来谈。你谈，你就是法庭见。这个是谈判策略，我是赌他左大建不敢。您要是不好说，我跟老轩说。我跟你爸有约定，不管我们俩怎么样，永远不会让你站在我们中间做选择。他一直都言而无信，他凭什么跟你约定啊？唢呐，劳玄和易律师说的对，万一你真的把左大建搞倒了，他万一有个3长2短，他是你爸，你总不能不管他吧？到时候你自己增加负担。妈，我求你了，你和左大建这事儿别说到我。
喂，您好，融科律所。啊，哦，我知道。啊，左娜姐正开会呢。啊。行，我马上通知她。哎，好嘞。几百号的员工跟着他在那边工作，大家都靠这个吃饭，企业垮了，公司垮了，这几百号人招谁惹谁了？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你有事儿吗？老师，那个左娜姐客户刚打一电话，说一会儿可能过来。现在没空。啊，行，那客户来就我接待了。这不算抢你客户啊。啊，不算。啊，行，聊。里边怎么回事？这么激动？我也没弄明白。问我。哎呀，这您就别卖关子了，你快！把态度，你这是个想知道真相的态度。哎呀，行，小天，你知道里边怎么回事？你快说呗。不用说，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让我问你，咱没毛病。他让他问他没说他知道。就是，你不知道，养着，这气你。主任来了，这是本字号。哦，明白。好嘞，好。那你觉得左大健要付出什么代价，你才觉得公平？您让我去找左大健谈，摸清他的底牌，知道他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然后再通过我妹、我舅舅，去说服我妈接受和解方案，完美无瑕。主任。哎，玉律，我想跟左娜说两句啊。哦，您坐。左娜，我要先恭喜你了，听说你通过面试了，正在办职业证。谢谢主任。你妈终于松口了，愿意跟我们谈，你功不可没啊。这个案子，如果左大健不是你爸爸，劳春雪不是你妈妈，你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尤其是当他们的感情消失了，主任，我爸爸不是感情消失了，是欺骗，是背叛。他让我妈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结果我妈等了他那么多年。他不爱了可以早说，为什么要耗我妈半辈子呢？所以他是过错方，过错方要承担过错的代价。所以我们做律师的要先分清对错，然后给这个错误定个价。我们干的就是这个事儿，体现我们的价值，就是怎么去帮助这两个曾经许诺过要共度一生的人，让他们能够体面的分开，把伤害降到最低、最少。我知道你哪里过不去，你认为左大健、蔡小磊做的事，对你的伤害，对你妈妈的伤害，是给你们多少钱也无法弥补的。当时你妈坚持一定要起诉他，吞不下这口气，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当初你给我多大的屈辱，现在我加倍还给你。我理解这种心情，真的我理解。但是身为律师的我有一个原则：民事纠纷一定不能拱火。我一定会等到双方都冷静下来，我才会提供一个和平公正的解决方案。我知道，你一定认为我们利用了你。嗨，
就算是真的利用了，我们也不会害你啊，或者害你妈妈呀。你认真的想一想啊，如果真的打这个官司，固然对你爸不利，但是这个结果，一定是你妈妈愿意看到的吗？我实习的时候，接过一个案子，船难，我们去谈赔偿。哎，受难家属一见到我，就问多少钱一条命？你能给我多少钱赔一条命？我被问傻了。我老师告诉我，生命是无价的，赔再多钱也无法弥补失去生命带来的痛苦。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还跟他们聊什么呢？我老师又说了，所有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但法律的赔偿只能是有价的。我理解了。如果在野蛮社会，那么就是谁造的船，谁开的船，杀了谢罪。但如果在封建社会，那个蔡小磊立刻沉塘，你爸爸始于贫贱，终于富贵，他连离婚的权利都没有。我们活在文明社会里，文明社会是讲法律的，所以我们不能用野蛮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你说是吗？主任，无论他们是离还是不离，都不用再跟我说了。这是他们的私事，是律所的案子，跟我没有关系。怎么会没关系呢？你应该这么想，不管离或不离，他们都是你的爸妈呀，你们有血缘关系的，在法律上有赡养义务。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好了，你还是要管他们，你还是盼着他们好吧，这样将来你还可以多继承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你爸爸有，真的，他委托我们和你妈谈离婚协议，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保证你的财产，保证你妈妈过世后房子归你所有。你爸爸有的时候挺有趣的，他说啊，他是个俗人，俗人只知道用金钱去表达感情，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会要左大健的东西，一分钱都不要。小姑娘，话别说那么绝。也许有些父母不了解子女的感情，那子女也未必能了解父母啊。我们做律师的，经常有一种无力感，那就是，不管你做再多的努力，都不能保证最后的结果是你想要的。所以有的时候，佛系一点，对自己好。与你共勉啊！谢谢你。干什么呢？你让欣欣签了解书了？不是我让的，欣欣自己要签的。这不可能！不是他为什么谅解啊？你都把我逼跳楼了，我还得谅解你？有这种事儿吗？说话呀，你怎么不拦着点啊？拦不住。左大姐，潘岩让欣欣签谅解书，这是欣欣自己的决定。不，那也应该拦着点啊！哎，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人家当事人自己都愿意原谅，你什么身份啊？你一个被委托人，你凭什么拦啊？是不是？当事人糊涂，行不行啊？哎，祝欣欣啊，她什么脾气，什么性格你不知道啊？
小天，你冷静一点。我冷静不了。不是潘爷，你和左娜姐为了这事儿，不说是出生入死，也算是真入虎穴了吧？努力半天费这么大劲，是为了给那姓贝的绳之以法吧？不是为了给他一个机会，说花钱就能买从轻发落啊！这你们能冷静，我冷静不了。哎，那你要是真冷静不了，你赶紧给人欣欣找个地儿住去，给人租个房子什么的，包括他妈妈那个工作呀，工资也你开，还有他爸不在医院什么老去，你到时候把那个医药费也都付了啊。那冷静不了，那就行动落实实处嘛。咱捐款行不行？还有那叫什么仇，不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啊！人家当事人都同意谅解，同意接受赔偿了。律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我们是不是应该促成谅解，为当事人争取更多的赔偿金？那社会正义呢？惩恶扬善呢？帮受害人要到高额的赔偿金，也算惩恶扬善吧？我跟你说，你就是跟舒玉楠待多了，都给你带坏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问你，你为了这事儿付出这么多，各种调查取证，你就差当卧底了吧？结果呢，谅解了，一个害了无数良家女子的恶棍被谅解了，你甘心吗？小天儿，潘云他就算不同意，但是同意签谅解书的权利在欣欣手里，只要欣欣同意，我们所有人只能尊重他。那合适没有？这是不是欣欣的真实想法啊？哎，他知不知道签了谅解书之后的法律后果呀？欣欣当然知道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得，我不说了，好吧？我复印去了啊，我不说了。哎，对了，小艾姐那事儿怎么样了？哦，她后来又打一电话说不来了，不是我编的啊，是真不来了，啊，不是这事儿，它确实是真的，啊，我主要当时看你跟吴老师好像挺激动的，想让你们俩平静平静。你帮我看看。我不看。孙妈求你了。您不是跟左大健有约定吗？你爸让你看的。他说这个离婚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说签之前一定要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也没有信得过的人，除了你。有两种，一种就是民政局，一种就是法院。法院？为什么？民政局有30天的冷静期，您容易胡思乱想。
去法院，像你们这种事先签订好提交的，跟法官申请一下，说不定当天就能出具调解书，当天就离了，速战速决。哦，那当然是法院。除非您还想再冷静冷静。哦不，我冷静过了。我跟你爸爱过恨过，现在不爱了，也不恨了。你是不是想问这个？您真的能原谅他吗？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就是来吃饭吧。